大家好，我是云飞。看到标题和封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大疆这次制霸了天空不说，还要下地，真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呗。所以我也带着巨大的好奇，跟你们一样想知道这大疆的扫地机器人到底怎么样。我是比大家早2个月拿到这台机子啊，说实话，当时也是真的挺激动的。我拿到的是 DJI Romo P， 也就是顶配版，全透明设计，机帐和机器人本体都是能直接看到内部结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他版本的一个区别。Romo S 水箱版有基础银离子抑菌、去污清洁液、机器人成盒烘干功能，然后污水箱除臭模块是需要选配。Romo A 水箱版在这个基础上，机器人外观是半透明设计，而 Romo P 水箱版则是在基础上标配了成盒 UV 抑菌污水箱除臭模块、除菌清洁液，抑菌率会更高。然后机帐和机器人都是半透明。扫地机器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后期维护，大疆的这些版本的区别就是你自己勤不勤快，买贵一点的就是能用得更久一点去清理它，然后味道更小。自动上下水版比水箱版最大的区别就是无需手动换水，适合家中预留了上下水管道的用户。总之，这个设计就确实挺有未来感的，尤其是动起来之后，就有点像科幻片里面走出来的那种工业结晶啊。本体前方有双目鱼眼视觉传感器，配合双光源固态激光雷达，整个前脸区域也是防撞的一个结构。后方是可拉出来的这个集成箱，底部有2个拖把和2个小扫把，右边还有可外摆的柔性机械臂，专门处理边角地带，效率也挺高的。滚刷是双刷设计，长毛发基本上就不会缠绕。而机帐这边水箱容量它也不小，新水箱4升，污水箱3.2升，而且新水箱内置银离子模块，可以持续抑菌，哪怕几天不换水也不容易变味。污水箱则是有除臭模块，污水存积的时候异味明显减少。当然它也有上下水版本，晚点我会在我的阁楼装修视频里面展示。此外，机帐前方还能添加清洁剂和消毒液，支持从 APP 里面直接选择是否添加，日常清洁它也更方便。而接下来我们直接建个图，看看大疆的这个建图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在建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它这个建图的效率是真的很高，4-5分钟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面积，10分钟内搞定一个普通家庭的全屋建图应该是毫无压力。说白了，这速度就是大疆把无人机领域积累的路径规划算法直接下放到了地面的机器人上来了。建图的过程就像是无人机嗖的一下飞起来，效率是非常高。还有一点非常值得点赞的是，建好的地图它会自动优化，把房间的轮廓规整一下，这套逻辑还是挺智能的，我喜欢。那么回归正题，第一次做扫地机器人，大疆到底好不好用？我已经用了2个月，扫了106次，累计清洁面积超过了1200平方米，发言还是有点底气的。首先在设置方面，它的功能非常多，拖地模式、吸力大小、清洗频率都能自定义。个人建议按需调整，像顽固油污清洁和自动复洗这些功能虽然干净，但会延长时间，增加耗水。我工作室人来人往，还有一只贡献毛发的小金毛，加上很多线材，是典型的清洁地狱。小罗某一开始也磕磕绊绊，后面升级固件之后，终于到了它应有的一个水平啊。设置好定时之后，它就可以独立完成清扫，不需要人为干预。遇到小物品、小卡片啥的都可以轻松的避开，而且在暗光环境下，它会开启光源，配合激光雷达也能够很好的感知周围的环境，夜晚或者床底下啥的也都毫无压力。而且它在返回机帐的时候，路线选择是真大疆，它都是走的智能大路。在吸力方面，它是有25000帕，开到最大吸力，声音确实有点大，但清洁力度也确实很猛，灰尘啥的基本上一吸就进成盒了。而且它在检测到类似猫砂这种颗粒类垃圾的时候，边刷还会自动降低转速，避免把颗粒物打飞。这个细节是真的很加分，尤其对于养宠物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实用。拖地这边，它有164毫升的水箱，而且不仅墙角，它在遇到家具的时候也会主动伸出机械臂打扫。覆盖率非常高，真正意义上的不留死角。而且它在遇到不规则家具，比如橱柜下沿、外扩、桌椅腿这些传统扫地机器人难以深入的区域时，边刷和拖布也能主动的外摆清洁。不仅仅是在直角墙面，整个空间覆盖率更高、更干净。我们还专门做了几个实验测试。先来看避障测试，我们准备了常见的一些障碍物在它的必经之路上。测试避障能力，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在有限的路径里面找到最佳选择的。这个还是挺不错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拖地测试，我们用的是半缸的酱油，借此来看一下它的去污能力。再就是干垃圾测试，看看颗粒清扫能力。
我们这个倒的有点多，它会识别成地毯，在设置忽略之后，也是能够成功的清扫完成。毛发测试是每个养宠物家庭的必要，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清洁能力。清洁能力它还是很强的，就是底部会有小部分的一个残留。最后我们来看它的拖地贴边测试，我们准备好了常见的灰尘，直接来看它的逻辑。它是先把中心的清洁完，然后处理边缘的，还真处理得很不错，几乎就是完美贴边了。这机械臂立大功。清洁能力、拖地能力、贴边能力这3块，它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除了清洁力强，它的语音系统也内置的非常完整。可以语音唤醒，直接安排一些对应的功能，而且它还支持第三方，是的，支持小爱唤醒。据说是有一些基础的功能控制，但内测我现在暂时体验不到，应该是今天会同步上线，晚点和大家分享。在 APP 方面，操作直观 ，UI 也简单美观，这方面不需要操心。你要的高级功能也可以直接设置，定时清扫、禁区设置、清扫记录，它都一应俱全，在这方面肯定没啥问题。而且它还有远程视频通话的功能，出门在外还可以直接查看家里宠物的一个动态，也完全可以当个遥控车来玩，遥控啥的还是很直观的。这天上飞机，地上战车呗。功能和性能我们基本上了解全了，那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个痛点，那就是清理的难度，它到底如何呢？我用了2个月，我还特意拍了基站底部的情况。大疆这次用的是独家的高压自冲技术，基本上没留下啥污渍，清洁度它是真的高。吸污口它有16毫米，没有设置滤网，不容易堵塞，也不用经常手动清理。拖布和水箱基本也没有异味，全链路抑菌这块确实做得很扎实。清扫之前会自动集成。集成声音它做了降噪的处理，拖布也支持高温烘干，用下来是真的很省心。就是成袋对于有宠物的家庭来说，消耗的有点快，我基本上1个月就满了，都是狗毛。虽然宣传的是200天免维护，我还没有用到这么久，但以我的使用频率，维护周期确实比一般的扫地机器人要长很多。然后我也总结了一些实用的点，就是如果移动了基站的位置，最好是再建一下地图，这样会让扫地机器人更加准确的回到基站。在耗水方面，如果你设置了每天打扫，那基本上我这个打扫面积5天左右需要换水，我这可能脏一点，正常的话这个面积应该是6到7天。地毯和爬坡方面，工作室没有这个方面的需求，这一块我们就不涉及了。总的来说，大疆第一次做扫地机器人，交出的这份答卷是真不输老牌厂商，从建图的速度、路径规划、清洁表现，再到工业设计和硬件素质，基本上每一环都在标准线之上。虽然还有优化空间，但整体的体验确实是高起点，也体现出他们的底子和态度。后面我在阁楼的那边也预留了自动上下水的一个安装位，后续我会再整一个自动上下水的版本，到时候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大疆这个上下水还是挺不一样的啊，放到我那个阁楼上是真挺合适的。这就是我用了2个月的一个小分享，希望可以帮助你们了解 DJI Lomo P， 确实是挺不错的一款产品。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